这一次俊谷是来到了湖北恩施的利川市，这里是榆木寨，这是一座千年古寨。在这个榆木寨里面是有着10座清代的碑墓，这些碑都有5米高以上，非常的壮观啊。进入寨子必须要经过这一座石桥，下面就是万丈深渊了。看得出来，这座榆木寨的寨门呢是非常坚固的，全部都是用石头做的，周边的自然风光也是十分的秀丽。寨门的上方是用木头做的。现在这个榆木寨啊，已经是开发成旅游景点了。你看，这两边都是属于规划过的道路。这个寨子总的面积大概是有6平方公里，但是规划为景点的大概是有3.9平方公里。跳榆木寨这个山洞，叫做都有个洞子，刮那个洞子的话，都有18个洞。有18个洞，这么多。最出名的，这里面有个瀑布，还有岛子洞。稻子洞，对，下面有个山洞。它一个山洞里面住着多少户人家？一个山洞啊，一户。一个山洞一户。一个山洞一户。等一下，我进去里面可以看到这些山洞吗？看不见。山洞就看不见。看不见。这个山洞它不是在这个上面，它是这个崖底下。悬崖下面。悬崖下面。很危险，对吧？危险也不很危险。但是看不到。但是看不到。那比如说，最出名的是这个稻子洞。稻子洞，还有这边张文明下面有个这个大崖洞。大崖洞。还有一个洞，叫榆木洞。榆木洞。榆木在这个榆木洞，国民党那个时候，这个土匪就藏在那里面藏枪炮的地方。藏枪炮的地方。造枪炮啊。制造枪炮。制造枪炮。哇，还有这样的历史啊！好的，那谢谢大哥我进去里面看一看。好，谢谢。下面这间矮房子都是全部用石头做的，看起来非常的坚固啊，就连屋顶呢都是用石头做的。进来这个寨子里面，我也发现有一些房子啊是可以出租的，应该是吸引商家过来这里投资民宿，或者是农家乐饭店之类的。这里还有一座房子是空着的，墙壁都是用石头做的，2楼就是用木头做的。这条观光步道还是修得蛮工整的，也足够宽。从大路拐进了一条小路了，往这边走800米是有一座巷子墓。在另外一边还有一条田园小道，都是用石板铺的，看起来古色古香。继续往前面走，这条路非常的幽静，我感觉已经走了不止800米了。坟就看到几座坟了，但是这些坟呢都是没有墓碑的，那一座碑墓还没有到。这两边种着的都是非常高大的杉树，我想这个地方啊应该是一个产木材的好地方啊。巷子墓看到了，就在下方。看一下这座墓碑，非常高啊，我感觉都有6米多了。就是这块顶板上的福字，一字一画，十分的巧妙。看得出来这块墓碑啊是遭人破坏过的，你看前面这些都是断裂过的。这里刻着相公子大人。土家人具有非常豁达的生死观，认为死是生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，因此土家人欢欢喜喜送亡人，热热闹闹办丧事，是土家人独特的民族文化。巷子墓这样豪华的墓葬都是死者生前自掘的坟墓，这种墓葬称之为生基墓。人死为大的观念让土家人把丧葬看作是人生最后的一件大事，把它视为衡量家族、家庭和个人的重要尺度，也是展示家族、家庭实力的重要方式。他们宁愿生前口鸡牙钝，也要在死后大操大办，尽量把丧事办得轰轰烈烈，把墓葬修得豪华富贵。看完巷子墓之后，再继续往前面走，因为这条路呢是通的，又回到榆木寨村子上面了。这后面呢是另外一座碑墓，只是没有刚刚那一座巷子墓那么大。这座墓是相母严君墓，
这座墓啊是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啊，就是它的墓碑啊像一根权杖一样，是独立于这个牌楼之外的，在全国啊还是首次发现。它的文化内涵啊还有待详考。它的碑刻是一团和气，上面也是有皇恩宠赐。你们是本地的？我是本地人，我以前在深圳上班。哦，以前在深圳上班。对啊，我今年才回来。哦。我这里面的市场和土地还是说已经在开发。你做这里的旅游开发？对，里面后面要落地下。哦，不错嘛。这旁边也是一座墓吗？对，它是一个那个。但是它这个墓碑看不到了。双寿居。双寿居仅仅是这座墓的名字，对吧？它并不是跟旁边的房子统称。是，实在肯定是有点。上面写着自在堂。修不起来好东西头，你更何况什么全是石头，啷个高呢？后是应该是后是。修个那个东西，没得个好几十万修下不来，是吧？好几十万。好几百万呢，可能都不止。你看这个工艺，一只好大的蜘蛛。这一座双寿居古墓在整个榆木寨的古墓群当中啊，是规模最大的。你看这座古墓的旁边呢，就是一座古宅，真的是人鬼同居啊。这座房子是土木砖结构的，看来主人啊还时不时会回来这里。地下还放着一袋玉米。一开始我还以为这座豪华古墓是修建在这座古宅旁边，后来听当地的小哥说，其实这也是一座大型的碑墓，只是原来的房子大部分都塌了。从现在的状态来看，是看不出来墓是在房子里面，而更像是在房子的旁边。这上面刻着的字也是模糊不清了。榆木寨及周边有人鬼同屋的习俗，称之为碑屋。他的做法就是将墓碑直接修在堂屋正壁，与房屋墙壁合为一体，坟冢上面有梁有柱，青瓦覆盖。每逢节假日，子孙后代都将饭菜酒水端在墓碑前的供桌上，和祖先一起共饮共餐。这一墓葬习俗是本地区特有的。这些墓葬修在自己庭院的堂屋之中，究其缘由啊，除了可以防土匪、窃贼、盗墓、挖尸之外，更重要的是将祖先崇拜和神灵崇拜合二为一，是人神一体的特殊祭拜形式。双寿居是始建于清同治5年，也就是1866年。它是3门2院的结构，是一个占地近100平方米的庭院式墓碑，俨然一座宫殿。墓碑四周建护墙，前墙雕花墩石，后起垛墙，依地势拔高3层，左右侧门进墓院。碑上或刻忠孝故事，或刻本地风物，总数多达100余件。整个墓碑富丽堂皇，美不胜收。在墓碑上，仅龙凤雕刻就多达70余件。这种不顾封建社会建筑法式的行为，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，不讲究尊卑高下、天上人间，随心所欲的创作手法，是土家人豪放性格的反映。刚刚那几位小哥还说，在这下面呢还有几处非常奇特的地方哦。我现在呢也是跟着下去。也就是说，这个门的方向是对着山那边的那个缺口。哦，他们是这么说的，就是说以前这个屋主的主人，当时修这个房子的时候啊，门是正的，但是和那个是相通的。相通之后呢，他做事诸事不顺，他之后就说，哎，找了一个当地比较著名的一个风水先生，然后就说，哎，斜对着不冲了，然后哎，后面感觉他做事都很顺了。另外一个呢，他从汉族人来说的，汉族他那个门对啊，从就是我们这边是土家族嘛，汉族人这边呢，他那个是要对太阳的，但是我们这边没有讲究这个，还是根据土家人自己的性格来去做的这样一个门。这是6个兄弟的房子，你看以前这座房子好大哦，以前大户人家，现在是吧？现在能够大概面积的时候，这个。这个呢是他们以前应该说是项氏的一个主墓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在这个位置，它是有几个特别大的碑，
那如果大家去过皇陵的都知道，特别是去过像这个一些皇帝的那种皇陵啊，我以前去过，就是明朝朱元璋他祖陵，他祖陵就是很大一个土堆。那这个你可以可想而知，在这个地方这么大个祭台，同时它上面有3座很大的墓。你想当时这个辉煌，那这个就是一个封土堆，对吧？对。原本下面就是一个墓碑，对，墓碑。现在只剩下了这些，就只剩下一个祭台了。哦，那这个墓碑比起刚刚那个看的要大得多哎，大得多，更有历史。哦，只是说被损坏掉了。对，只是破损。那其实这里面就是说，从县政来说，你看到的只是它残存的，如果它没破坏的话，它应该说是整个湖北省可以说。另外可以说是整个在这个中国就是大放异彩的地方，只是县政来说它破坏的东西比较多了，但是呢它残存的一些历史古迹呢还是有一定历史，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它整个环境是相对而言比较封闭的一个环境。对，那同时呢它对它的这种原生态的文化呀保护的也是特别厉害的。那像这里面走出去的也有很多的，这个地方走出去的，我们不能说它是很多历史名人啊，但是在当地是蛮出名的，因为在这里有很多本地的高官，包括万州的一些高官，都是从这个地方走出去的。那在本地呢，至少是局长。那这里面呢也走出去，所以说这里的文化就是十分的丰厚的。对，根度文化还是在里面的。然后另外那一处是一个明代的房子，房子你可以看到和以前的房子不一样的。那我也是跟我们这边上面有个文保所的一个专家赵所他看的，一看它这个砖就有不一样的，它这个砖很大哈。这是明朝时候才有的大方砖，很大一块的。对呀。你现在是很少看到的，因为这工艺相对而言就比较难。对，又厚又大。番薯叶。不是番薯叶，那你这个是太广东了。鱼腥草折耳根。哦，我看清楚的话，我是认得的，因为之前我在去年前年呢，我都去过重庆，在那边吃烤鱼啊，他们就是喜欢放这种折耳根。它的根是就是在春天的时候，初春的时候是作为我们这的一道乡野菜，就是凉菜。但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，6月份过后，它也是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什么，它里面有这个清热解毒、利尿的功能，是非常好的。像这些叶子就可以作为凉茶吗？还是什么？它就是叶子晒干。就这样。它现在农民都是卖钱，晒干了可以卖。就是药材。它的用途很广哈。对。这条路我跟你说啊。好，那就剩下我们2个走这条路了。那我也就说这条路也符合这个曲径通幽处吧。对对对。一个意境。哎，小哥，我们聊了这么多，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。哦，我姓张。漳州，工厂的漳，3点水的州，大洋洲的洲。漳州。对，好名字啊。那小哥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榆木寨的历史啊？听说这里以前是发生过土司的交战，对吧？对，它里面是有一个弹性土司和个马土司，当时它是2个地方，我们这个一个他们有一个叫就土匪，但是我记不住那个土匪他是怎么说的。然后当时都争地盘儿，然后争地盘儿，有一个那个马土司，他就攻打这个上面这个榆木寨，然后打了好多天打不下来，然后谭土司就挂了一条鱼，挂在那树下，就缘木求鱼嘛，有这个典故，就叫榆木寨。但是考究的话，它是哪个鱼啊？是舆论的舆。哪个鱼啊？舆论的舆。舆论的舆。对，榆木寨。有这个典故在里面的，所以后来这个字就演化就叫榆木寨，就变成这个小鱼的鱼了啊。对，但是这个都能考究。那包括这里面林子里面，它原生态特别好。我在里面我是看到有树蛙，然后你在这里面看到最常见的就是这个蕨类植物，也是非常常见。这种蕨类植物在我们广东那边也是有很多。对，这是在你们那边是做的这个绿化植被了。对，现在对，然后它里面现在就说你最近我是看到好多蛇。那现在这个正常啊，因为现在夏天了。是。它里面有那个。我有一次在贵州啊，一天在3个不同的地方看到3条蛇。这里面有毒蛇啊。毒蛇这个都不奇怪。
今天非常开心认识一位新朋友，叫张周，也非常感谢你的介绍。好 ，OK， 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